各位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悬空客栈艺术的天书，我是瑞。今天是第一次首录，悬空客栈将和你们分享一个个关于艺术的故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一个寂寞的童年，或许不是坏事。孩童时期的我，会敏感地关注周遭的细节，虽然没有一件和自己有关，却总是带着异样的眼光，想知道自己是谁。年幼时的我，总希望被别人看见，但是年长的我，却不希望被多数人看见。而这期间的落差，仿佛隔了无数的光年。前者是因为年轻，以为一切肯定必然来自外界，而后者的情况是发现别人的肯定不见得是真正的肯定。每个人都有许多面，谁又能窥见一个人的全貌呢？所以来自别人的肯定对我而言，药效是不够持久的，不足以完全认识自己。而这种感觉就是我艺术生涯的缘起。每完成一件作品，会见到未曾见过的自己。可以想象这种感觉吗？艺术是什么？为什么艺术是很多人的梦想？它能带给人美妙的感受，是灵魂的语言。灵魂透过感觉或感受对你说话，再把感觉图像化，就是艺术。或透过肢体舞动的舞蹈，或雕塑等各种创作，将你的感受和能量释放出来，或是写作。因此，整部艺术史就是人类感觉进化的发展史。既然艺术是灵魂的语言，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靠它生存呢？倘若艺术是语言，试想，谁会买你说的话，或买你的意识，或潜意识？前提是你的艺术语言能与人交感，色彩调子、线条强弱，亦或内容题材。如果人们无法真正被你的语言感染，就难被人接受。所以必须先打动自己，让自己先被自己打动，才有可能打动别人。这里有3个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，一张破速写的威力。多年前，在我读美术学院硕士班第1年下学年，我曾经为了经济的问题，萌生放弃艺术的念头，找了去卖化妆品的工作。那时虽然已经有8年的画龄，但觉得艺术的水很深，像修行一样。要彻底搞懂艺术，不知还要多久。这条路似乎永远看不到彼岸。我当时想着，还是先找个正常的工作来供养艺术的兴趣，比较实在。于是我精疲力尽地跑了1星期的业务。那天下午，我回到家，看见地上有张随意画的原子笔速写。印象中，那是我画的最差的一张速写，可以说是画了一半，随意一扔的一张纸。我把它捡起来，才看了一眼，就被它吸住了，目不暂舍地望着那张速写。
再看看旁边放满产品的业务行李箱，然后放声大哭。那张速写好像在对我说：你真的要放弃我吗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开心吗？它似乎有种强大的力量在唤醒我的良知。对于之前每天在创作的我，那张速写是最差的。可是经历过跑业务的几天之后，那张速写忽然呈现出无与伦比的气质，在我面前放光。怎么说呢？我的心感到一阵绞痛。这种灵魂和意识的拉扯，使我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。且不论我对自己天分的疑惑，那箱产品和最不起眼的原子笔速写相比之下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那张纸竟然毫不费力地战胜了现实的问题。我当时的理解是，想不到一张如此一般不起眼的速写，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如同雷击，把我唤醒。这种艺术的法力，我当时算见识到了。在我大哭的一刹那，我已决定回归本性。如果一张速写能救赎自己的心，那我原来以为的差，不是差。真正的艺术不是用眼睛看到那么简单的，而是它蕴含的作用，如同符咒一般的，听起来没什么，却能穿越时空。接下来，现实的问题怎么办？我决定向我干姐姐借钱，向她借贷2年的学费。毕业后如果还不了，一半用作品来抵，一半向我家人去讨。这是她的原话。以上第一个故事就是一张破速写的威力。既然艺术是灵魂的语言，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却很难靠它生存？倘若艺术是语言，试想谁会愿意买你说的话，或购买你的意识？如果别人感受不到你强大的感染力，就很难推己及人。所以必须先打动自己，再打动别人。今天艺术的故事先说到这里，很荣幸与你分享，并感谢留言、观赏和订阅。别忘了打开影片通知的小铃铛哦，拜拜。